3、4分钟的一个视频，它原始素材可能是几十个小时。自媒体一个东西你要把它讲清楚，就像我们写文章一样，有些人写的文章非常生动通畅易懂，有些人写的文章就比较晦涩，对吧？可能95%、99%以上的人，可能就看刚才说的一个标题一个导语，就止于此了。作为新媒体创作者，我们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金建斌教授聊一聊自媒体时代的选题意识和传播困境。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边，还是要善于有这种问题意识，或者我们跟学生讲的这种选题意识比如说我到了日本以后，中午吃饭的时候跟这个日本当地的一个学者聊他说，第一，这个时间出去看是很好的希望我们出去这个多看看。但第二个他就说你也要小心。我说为什么呢？说现在日本这山上的熊下来了，有袭击人的。这个事情对我们这个，比如说对一个北京、对一个上海很多的都市的人，在我们中国大陆可能是想象不到的，是的，对吧？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这就是我说的，实际上两边之间有很多东西，它有这种所谓差异有时候是信息差异，有时候这种文化的差异，或者是说生活环境这种差异。在这里边，为什么山上这个熊会下来？这里边有气候变化，是吧？这个很多东西可能都可以联系起来。然后包括这边的民众是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的？类似的事情，比如说这个中国或者是其他的国家有没有？有了的话是怎么样的一种反应？这些我觉得其实都是一些有趣的这个选题。所以我们有时候是根据自己的想象，这中间其实会有很大的这种偏差。那我想可能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你就会发现，身边你在这里边可能很多习以为常的东西，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或者是非常值得去关注的。自媒体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说，它不是一种像刚才说的专业媒体、机构媒体就它的这种很多东西的这种宏大叙事，它可以更多的有一种平视，甚至是拉近以后进入到日常生活里边去看到普通人的。那最后，一方面讲它这里边的一些故事独特性，但是呢，也能够看到，其实有一些基本的一些人性或者是社会关系的这些东西又有相通性，对吧？我们讲传播效果的时候，都是所谓有个度，又不能离得太远，对吧？完全不相关，但是呢，又不能完全一样，那就是没有必要，没有新东西了。这中间这个远近怎么把握？有一部分的东西一定是 overlapping， 一定是重合的，但是一定有新的东西，那把这个东西把握好我觉得很多的那个话题其实都可以入题，作为你们做自媒体的时候的一个选题。比如刚才跟金教授聊了那么一段，其实如果从传播性的角度上，从流量的角度上，我去剪这个视频，或者我去最后做最后的文本编辑的时候，可能会截取掉大部分的，对，就是很多东西。理解我们这个学生拍东西也是这样的，是吧？3、4分钟的一个视频，它原始素材可能是几十个小时。是的，对，在这个角度，就很多，其实刚才金教授在那个讲坛上，很多内容我觉得是很有必要传播出去的，但是从传播学的角度上，是的，它又传播不出去。明白。就这种平衡，这是现在我最苦恼的问题，就是怎么，就是我们也会有一种既要又要还要。对，所以这个就是你的接受。就像我们新闻传播学里边，我们写东西，就是很多人是这样读的时候只读标题和导语，他不会去读全文。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东西也是真正发表的，就像冰山上的一角，但大部分都是这样在海面底下的，一般人看不见的。对，那我们这个做法，就很多时候也是，无论公共空间或者公共的注意力资源都是有限的，对吧？你不可能整个东西一堆原材料摆给人家，你上去的一定是做好的一盘菜，但这个过程这中间有一些进一步的材料那我们像图书馆就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原始的这些素材，你可以进一步的，有兴趣的人可以来查阅。但可能95%、99%以上的人，可能就看刚才说的一个标题一个导语，就止于此了。这个你也得接受，对吧？传播者你一定是这样，你不能把自己这个东西太当回事儿，人家有人家的这个生活的圈子和那个什么，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做社会调查，我跟学生也经常讲就你这个问题一定要问的简洁明了。出问卷的人，你把这个东西写得很深很细，人家填问卷的人其实可能就是扫一眼，他的摄入度没有那么高。对吧？所以为什么叫传播？传播实际上就是两边你的东西要 match 嘛。所以有时候很多这种换位思考、共情这个特别重要。